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今天呢，我們要來聊一個我覺得超級有力量的故事。故事的核心來自一個學歷只有小學3年級的人，但他卻被自己的博士兒子稱為我這一生遇過最有智慧的人。是不是聽起來有點矛盾？今天我們就一起來探索一下那些學校課本從來沒教過的人生課題到底是怎麼樣真正塑造一個人的。好的，我們直接切入這次分享的核心。演講者瑞克里格斯比，他一開場就丟出一個震撼彈。他說，他這輩子遇過最有智慧的人，是一個小學3年級就輟學的人。你第一次聽到這句話，腦中是不是也跟我一樣冒出好幾個問號？在我們的世界裡，智慧跟輟學，這根本是光譜的兩端嘛。各位，你聽聽這句話，它其實直接挑戰了我們從小到大根深蒂固的一個觀念。難道說智慧真的跟學歷沒有絕對的關係嗎？一個連小學都沒讀完的人，他的智慧究竟是從哪裡來的？這兩個看起來完全衝突的標籤，是怎麼可能同時存在於同一個人身上的？其實啊，在修辭學上，這叫做矛盾語法，就是故意把兩個聽起來很衝突的詞擺在一起，來創造更深的含義。演講者也開玩笑舉了幾個例子，像是我們講巨大的蝦子，蝦子不是都很小嗎？或是那一種跑起來累得要命的趣味路跑，到底哪裡有趣了？所以，智慧的輟學生這句話一開始聽可能也像個玩笑，但接下來我們要認識的這個人會讓我們知道這句話是真的。所以，這位充滿智慧的輟學生到底是誰？答案揭曉，他就是演講者的父親。他是一位廚師。在那個美國種族隔離還非常嚴重的年代，為了幫家裡分擔經濟壓力，他只念到小學3年級就離開學校了。但是他從來沒有停止學習。在那個充滿歧視跟不公平的環境下，他居然靠自己的力量學會了讀書跟寫字。光是這份決心跟毅力，就已經是一種非凡的智慧了。這就完美呼應了馬克·吐溫那句名言：我從不讓上學這件事妨礙我接受教育。他父親的故事就告訴我們一個很關鍵的事實：學校教育並不等於真正的教育，一張文憑更不等於智慧。真正的智慧往往是在生活的磨練當中，一個字，一個道理，親身體驗學來的。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這位廚師父親是怎麼樣教導他那個擁有4個學位的博士兒子的。他傳授的是在任何職場都通用的3個卓越心法。這些不是什麼高深的理論，而是最樸實但也最有效的行為準則。在我們深入這3個心法之前，我覺得亞里士多德的一句話說得特別好。他說：“你的樣子取決於你重複做的事情。”所以，卓越應該是一種習慣，而不是單一的行為。這句話就完美總結了他父親教誨的核心。所謂的卓越，不是你偶爾一次的驚人表現，而是你內化到骨子裡，每天都在實踐的習慣。這就是他父親的3個鐵則，非常直接。第一，提早1小時，絕不晚1分鐘。第二，把目標拉高，不要怕失敗，只怕你目標設太低，還輕易達成。第三，把事情做對，然後做到最好。這3條聽起來是不是很簡單，甚至有點老生常談？但真正能做到的人，那個差距可就大了。我們先看第一點，提早。他父親的行為真的可以用極致來形容。將近30年的時間，他每天凌晨3點45分就出門上班。他太太曾經問他，有必要這麼早嗎？你猜他怎麼回答？他說，因為或許有一天，我的某個兒子會正好撞見我正在實踐卓越的樣子。這不是說教，這是身教。他用自己的行動活生生地示範了什麼叫做卓越。
關於第二點，目標拉高，他父親則是引用了米開朗基羅的話來告誡兒子們：如果你們把目標定得很高，最後失敗了，我完全沒意見。但我會很有意見的是，如果你們目標定得很低，還達成了。這句話的核心其實很簡單，就是追求卓越的那個過程，遠比達成一個平庸的結果來得更有價值。挑戰100分，最後拿到80分，絕對比一開始就只求60分及格來得強。失敗從來不是問題，不敢挑戰才是。第三點，把事情做到最好，這是一種永不自滿的心態。他父親的說法可能聽起來有點繞，但非常有力。他說，如果事情可以更好，那就代表現在的夠好其實還不夠。如果事情可以達到最好，那代表現在的更好也還不夠。簡單來說，這就是一種持續進步的精神，永遠拒絕平庸，永遠去追求你能力範圍內的最高標準。好的，談完了工作上的卓越心法，接下來我們把焦點從專業技能轉到個人品格，這也是他父親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影響力的真正來源究竟是什麼？答案不是你的頭銜或權力，而是你的謙卑與服務的心。他父親用了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他說：“兒子，你要確保你的僕人毛巾永遠要比你的自負還要大。”這裡的僕人毛巾，你可以想象成是代表謙遜、服務的精神，而自負則代表着驕傲、愚蠢還有盲點。這句話就是在提醒我們，真正的影響力不是來自你高高上上的命令，而是來自你願意彎下腰為別人服務的態度。關於自負的危害，他父親還有一句非常犀利的名言，他說：“自負是用來麻痹愚蠢所帶來痛苦的麻醉劑。”這句話如果你正在聽，非常值得你記下來。他的意思是說，當一個人因為驕傲而犯下愚蠢的錯誤時，他的自負心就會像麻醉藥一樣，讓他感覺不到自己有多蠢，反而還會繼續錯下去。那要怎麼實踐這種僕人精神呢？他父親的建議是找到你的掃帚。這典故是來自美國一位傳奇籃球教練 John Wooden， 他帶隊贏了無數次冠軍，地位非常崇高，但他卻常常在沒有人的時候自己拿着掃帚去打掃體育館。這就是找到你的掃帚的意義。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都要找到一件能讓你保持謙卑、為團隊服務的小事，並且親手去做。這才是影響力真正的來源。前面我們談了工作心法和個人品格，很多時候是在人生順風順水時的準則，但這就引出了一個更深層的思考。當人生真的跌到谷底，當所有你學過的道理、理論都派不上用場的時候，真正能支撐我們繼續走下去的到底是什麼？接下來這段故事是整個分享最核心，也是最觸動人心的部分。時間回到1970年代，演講者 Rick 遇見了他一生的摯愛崔娜，他們從認識、相戀到結婚，組建了一個幸福的家庭，還有了2個可愛的兒子。這一切就像童話故事一樣美好，直到一場風暴的來臨。有一天，崔娜在她的左胸發現了一個硬塊，經過檢查，診斷結果是乳癌。這個消息就像一顆炸彈，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在跟病魔奮鬥了6年之後，崔娜還是離開了。在妻子的棺木前，瑞克對着2個年幼的兒子，心都碎了。他說，在那之後的整整2年，他的心臟仿佛停止了跳動，完全失去了前進的動力。那個時刻，就是他人生真正的谷底。在那個地方，所有他讀過的書，所有他學過的理論，都變得蒼白無力。就在這個最黑暗的時刻，把他拉起來的，依然是那位只有小學學歷的父親。在棺木旁邊，這位從來沒在兒子面前哭過的老人，也流下了眼淚。他走到 Rick 身後，給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堂課。他只講了3個字：兒子，站着。這3個字的意思很簡單，就是無論浪有多大，你就是要站穩，不管發生什麼事，你都不能倒下。
從谷底重新站起來之後，所有的人生課題最終都匯集到了一個終極問題上。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把前面所有的智慧都串聯起來，重新定義了什麼才叫做有意義的人生。而這個終極問題的答案來自他的妻子崔娜。在生命的最後時光，她看着丈夫的眼睛說：“我能活多久，對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如何活着。”這句話瞬間把人生的焦點從生命的長度徹底轉移到了生命的品質和態度。那麼，到底該如何活着？這位廚師父親用他一生的行為給出了答案。這答案就是那些最簡單的原則：提早出現，待人友善，保持謙卑，永遠用對的方式去做對的事。而這一切都指向一個核心信念，也是最關鍵的一點：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方式，就會是你做所有事的方式。這就是一個小學輟學生的人生哲學，簡單直接，卻充滿了無窮的力量。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從一位小學輟學的廚師身上學到了比教科書更深刻的智慧。第一，卓越是一種日常習慣，不是偶爾的表現。第二，真正的影響力來自於謙卑服務，而不是頭銜。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當人生跌到谷底，唯一能做的就是站着，並且專注於如何活着。所以在今天分享的最後，這個問題也留給你：你今天打算怎麼活？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